玉林公司今天挂牌上市，开盘之后的走势我们已经做好棘手准备，但我认为今天它只会涨。冰坤，姚磊，你回头看看啊！我是妈，我是你的亲妈。冰坤，你不能不要妈。冰坤，爸来给你赔罪了。当初是爸糊涂，爸不该不同意你上大学，爸爸有罪呀。但你是我生的呀，身上流着我的血，你可以不管我，你不能不认你亲爹呀。陈总，后面那2个人好像一直在叫您的名字，他们说是您的家人。陈总，上市敲饼仪式还有5分钟正式开始，各方媒体和监管部门的领导都到齐了，就等您了。知道了，按计划进行。爹娘，我拿到通知书了，北方大学，我考了全县第1，我能走出珊珊啦！我考了全县第1，爹娘，俺考上大学了，全县第1。乡亲们，俺陈山河今天把话撂这儿，就算砸锅卖铁，花光家里攒了20年的3万8，俺也得给大年盖起全村最亮堂、最高档的红砖大平房。哎呀，山河2口子真是天底下最好的父母，为了大儿子，那真是奉献了一切啊！爹娘，俺考上大学了。然后呢？你全县第1，能给家里换块砖、添块瓦不？你不会真想去上那个破大学吧？你从小身子骨弱，干活使不上劲儿，家里节衣缩食，供你读到高中，对你已经是仁至义尽、恩重如山了。就是，你今年都19了，该进城务工挣钱，反哺这个穷到叮当响的家了。爹娘，上完大学，俺能在大城市找到好工作，到那时候，俺可以10倍、100倍的挣钱来报答这个家，报答你们啊！少跟老子画大饼！实话告诉你，你想上大学，陈家可1分钱都没有。家里所有的钱1分不剩，全要给你哥盖新房。不用你们掏1毛钱，哪怕去求贵、去讨饭，无论如何，俺也要上大学。陈炳坤，你个自私自利的白眼狼，不想着怎么下地帮家里赚钱，帮俺娶媳妇儿，竟然还想继续吸全家人的血，跑去城里享福！你做梦！家里不帮忙，俺自己想办法。俺就不信这童锁村都跟你们一样，全是糊涂虫。大叔，北方大学是全国数1数2的名校，帮俺一把，借俺1800学费，等俺学成归来，一定10倍、100倍报答您的恩情。炳坤啊，哼，人得学会认命，这就是你的命。你爹为了盖新房，早就把村里能借的钱都借遍了，连俺们下半年的份子钱都提前收走了，俺们哪还有余钱？二姑，您看着俺长大的，帮帮我，只要1800。实话告诉你，你爹已经在村里打过招呼了，谁要是敢借钱给你，他们陈家死也不会认账，你就死了借钱这条心吧。呸！读书读傻了，一心只想飞出这山沟沟。什么全县第1，说到底不就是嫌弃咱们农村人的身份，嫌贫爱富。
哈哈哈哈哈！这暴雨下得好，雨越大越好，正好提早叫醒那个书呆子。秉坤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大雨淋一淋，身上又没钱，用不了多久，他就得乖乖爬回家，跟爹服软认命。还有最后一家，刘老师家，俺再去试试。陈炳坤，你还嫌不够丢人现眼啊？做人要自力更生，别总想着当一辈子寄生虫。小兔崽子，今天你要是不滚回来给老子跪下认错，老子全当没生过你！好啊，好啊！北方大学全县第一，咱们童所村的祖坟总算冒青烟，出了个能改命的真凤凰了。可俺家里人要盖新房，不愿供俺上大学。村里我求遍了，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帮我。荒唐，简直是不可理喻！全县第一都不供，他们眼里还有天理吗？炳坤，你听着，你家里人不供，我供。不许哭，把头抬起来，笑。你要永远记住一句话：知识能改变命运。别跟村里那些睁眼瞎一般见识，更别被你家那几个没见识的家里人拖住后腿。1800的学费，我就是砸锅卖铁，也一定给你凑出来。炳坤，明天就卖了这头大黄牛，送你北上。走啊，你个畜生！你走不走？走啊！老刘啊，你疯了！这大黄牛全家耕地指望着他，你真把它卖了，咱家往后这日子还怎么过啊？地还怎么种啊？大年能用3万8盖新房，炳坤缺1800就得当一辈子睁眼瞎。为了帮这只金凤凰飞出这穷山沟，这牛必须卖，那点破地不种也罢。刘老师，爹娘不要俺认了，这大学俺不上了，俺不读了。混账！这种认命的混话谁都可以说，唯独你陈炳坤不能。如果连你自己都想当软骨头放弃，这世上就再没任何人能帮到你了。你想一辈子给陈大年当牛做马吗？瞧瞧，亲爹亲妈都不管的野种，哼，他老刘非要大包大揽。可不是嘛，放着自家的日子不过。依我看，老刘这脑子是真被牛给踢了。这老牛太瘦了，最多1700，多1毛都不要。1900，少1分都别想牵走。哼，1900太离谱了，最多1700，爱卖不卖，全镇就这个价。不卖了，我今天就算连夜赶几十里山路去县城卖，也绝不会1700减卖了。行了行了，服了你了，1800行不行？县城也只能这个价了，咱俩各退一步，成交吧。炳坤，拿着1800的大学学费，
有了！收拾行李，给我挺起胸膛，上学去！反了天了！谁同意你去上大学的？学费不管跟谁借的，最后还不是记在老子头上，让陈家人来还。学费在哪儿呢？拿出来！既然真弄到钱了，快给我掏出来吧！我结婚正好还缺一台电视机，这钱要是拿去供你上学，那还不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呀！这钱是刘老师卖了家里唯一的命根子大黄牛换来的，那是俺的命，谁要是敢动分毫，俺今天跟谁拼命！北方大学俺去定了，这改命的机会，谁也别想抢走！你这孩子是不是读书读傻了啊？听你爹的，赶紧收拾收拾，去镇上找你二舅学修鞋吧，学门手艺能保你一辈子饿不着。你怎么就不开窍儿啊？放着大学不上，跑去修鞋，那才是天下第一的大傻子。从今天起，我的事勾我自己来扛，不用陈家人管一分一毫。呀！反了，反了！你个小畜生，敢和家里对着干，全是刘玉林那个老不死在背后挑拨。刘玉林还真是多管闲事儿，我今天去砸了他的家，废了那个老绝兔。给老子滚开！老子今天非去砸烂那个老觉悟的家，打断刘玉林的狗腿！俺自己考上大学，家里不给1毛钱就算了，刘老师卖牛帮俺筹学费，你们不感恩，还把他当仇人，你们还有没有良心？陈炳坤，你吃里扒外的小混蛋，考上大学了不起了是吧？还敢骂爹骂娘了？就算你借到了1800，大学4年那么长。交完学费你咋活？哼，饿死你在城里！俺做了什么孽呀？10月怀胎把你生下来，谁想到长大读了几年书，却变成白眼狼了？不认爹妈，只认外人，你遭雷劈呀！你面前只有2条路，要么老老实实去跟你二舅学修鞋，真要选择去上大学，你就永远别想再进陈家的门。只要能上大学，这陈家人俺宁愿不做。你这个逆子，你想得美！你身上穿的、包里装的，哪样东西不是老子花钱买的？要走，把东西给老子留下再滚！还你就还你，你们听着，离了这个家，俺陈炳贵一样能活。陈炳坤，路可是你自己选的，你要是出了这个门，就算咱们兄弟今天分了家了，陈家的地，陈家的房，以后都跟你没半毛钱关系。等1800花完，在外面吃不起饭了，再想回来和老子争，老子可不答应。呸！白眼狼啊！养你这么大，一点亲情都不念，老天爷怎么不降个雷，劈死你！乡亲们做个见证，从现在起，陈家和陈炳坤断绝关系，以后他是死是活，是在外面讨饭，都跟陈家没半毛钱关系。哪天老子归西了，也不许这个逆子回来摔老盆儿。刘老师别哭，俺一点都不难过。您放心，这世上没有任何人、任何事能拦得住俺上大学。
学费缝在内衬里了，到了北方大学的报状处再拆开。路远着呢，这样最保险。秉恒，到了学校，再苦再难也要撑下去。走出了童锁村，就永远不要再回头了，往前看，一直向前看，不然你对不起那头被卖掉的大黄牛。刘老师，俺绝不辜负您的期望，俺一定读出个名堂来，让村里那些睁眼瞎都好好瞧瞧。秉坤，你是金凤凰的命，不该被锁在这死山沟里。未来你要飞得更高更远，也别记恨你爹娘，他们脑子不清楚。你看，往前看，别回头！刘老师，俺报完名了，学校刚好调整了政策，俺拿到了特等助学金，在学校的生活费全有着落了，顿顿有肉。真的好啊，秉坤，也别太节省了，你正长身体呢，记得顿顿要吃饱，千万别委屈了自己。俺知道了。刘老师，这么大个城市，饿不着俺的，饿不着的。刘老师，俺在这儿挺好的，您千万别操心，多注意身体。好孩子，秉坤，前天俺碰见你爹娘了，陈家正忙着盖新房呢，你哥成天在村里横着走，你爹你妈倒是总提起你。他们说，刘老师，俺们教授今天夸俺高数底子接上呢，等发了奖学金，俺第一件事就给您寄回去。好，老师明白了。往后陈家的事儿，俺一个字儿都不提。许环，快帮我消灭点！我妈非让带这么多特产，搁宿舍都快着毛了，坏了也是浪费。谢谢大飞，俺不饿。阿姨，只要1份白饭，1份2毛钱的炒白菜。不行了，光顾着嘴馋打多了。秉康，学校天天讲浪费可耻，到了回头辅导员得劈死我。算哥们儿求你帮我消灭了他。好，俺吃。放心吧，刘老师，俺绝不回头。您好，俺是北方大学的新生，全县第一，当家教、包教、包会、包出成绩。您好，俺愿意先教教看，不满意不要钱。那你过来看看吧。俺要活下去，就一定得拿下这一单。写什么写？我今天就是不写，滚开！你想试就教教去吧，但最好有点心理准备。这个月俺们家已经换了10几个家教了，全被他打跑了。夫人放心，俺从小是在一群野孩子的干扰中考进的北方大学，对付那些不听话的孩子，
俺有的是办法。瞧你身上穿的衣服，乡巴佬，你是不是第一次坐电梯啊？我高考全县第1。农村话神气什么？我家里有的是钱。我是全县第1。我凭真本事上的北方大学。妈，今天作业俺全写完了。俺以后想考市一中。真的？小老师你太神了！小老师，俺要续课，每天都来。夫人，俺在学校的科研和兼职排得满，得回去考虑考虑。每天加倍，中考前许诺包给你了，这是300块预付会。谢谢夫人。刘老师，俺找到活路了，俺活下来了。好孩子，赚了钱赶紧去吃顿好的，千万别饿着。老师放心，俺刚从大饭馆出来，点了红烧肉、大肉圆子，全是大鱼大肉，吃的快撑死了。炳康，吃了肉就赶紧回学校上课，老师挂了。逆子，你死哪儿去了？今天大年结婚办喜酒，全村都来贺喜，就你和这个老绝户没点表示。陈山河，你喝多了，别在这儿发疯。不回家你就死在外面，陈家的房和地1毛都不给你，永远别死回来。陈山河，你敢为难刘老师一下试试？滚开！炳康，别听他的，你爹喝醉了，已经回去了。老师，你没事就好，你怎么咳得这么厉害？一到换季就咳得厉害，胸口闷得慌，不过都是老毛病，没事的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4年的大学生活弹指而过。冰块，我要回家继承家业了。喂，马上到你上台代表毕业生致辞了，你看啥呢？老师，你怎么老了这么多？傻孩子，这不叫变老，这是岁月对我的奖赏。炳坤，你连续4年专业第1，真的不考虑留校任教？这可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安稳生活。谢谢校长好意。我读的是电子商务，更适合到商场里拼一拼，而且我背负了太多的责任，现实不容许我选择安稳。哎呀，手滑了。不管你们在学校名号有多响，进了公司，最先学习的永远是服从。你去把茶水间的咖啡机洗了，顺便给高管冲几杯咖啡。还有，把这份30页的文件复印10份，送到17楼去。炳坤，老员工都说了，这个钱小伟最喜欢捧高踩低，折磨新人，是所有实习生的噩梦。你可得小心点儿。今天白天光顾着带你们这群没用的实习生，把我自己的时间都耽误了。这份文案公司赶着要，你留下来加班赶出来，也算是补偿我带新人的损失。炳坤，千万别答应，弄好了功劳也是他的，要是弄砸了，你得背一辈子的锅。没问题，钱总，我进飞鱼就是来吃苦，谢谢主管给我表现的机会。
秉康，天才呀！你放心，待会儿高管例会，我一定向领导讲清楚，这方案是你跟我一起拼出来的，只要采纳，我立刻提拔你。我这个人最爱才惜才了。对了，秉坤，我有个加急快递在楼下，你现在去帮我取一下。高管例会你就不用参与了。各位领导，这是我带领团队连夜熬出来的概念，我们要凭空营造一个属于我们平台自己的消费节日，彻底引爆市场。好创意，凭空造节，有点意思。钱主管，你详细讲讲，这个节日具体确定在什么时间，有什么寓意？这个时间节点吗？我们还在论证。董事长，关于造节的具体时间和方案，我作为团队的一员，可以帮钱总补充解释。放肆！你一个实习生，只是跟着团队打打杂，你懂什么？出去！我提议，将这个消费节日定在11月11号，4个1预示着孤单，我们可以将其营销为光棍节，让所有单身的人在这一天用消费疯狂犒劳自己。11月11号，以前光棍节只是个网络段子，你是第一个把它变成商业节日的。光棍节疯狂消费，天才的想法！公司上下立刻全力推进这一方案，我们飞鱼电商要在电商大战中拔得头筹。钱经理，待会儿带上这个小伙子来我办公室详谈。陈秉恒，你特么，你少得意！见了董事长，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不说，待会儿一切全看我的眼色行事。要是敢乱咬，我让你在行业里彻底出名！小钱，这次的光棍节创意切中洞点，你们团队立了大功啊！谢谢董事长，这都是我带队拼出来的。秉刚这孩子虽然是个打杂的实习生，但这次跟着我跑腿也算尽心。小钱，别跟老子打马虎眼，这个创意到底是谁提出来的？董事长，这个创意绝对是我昨晚连夜带秉坤加班搞出来的。如有半句假话，我天打雷劈！秉坤就在这儿，他能证明。小钱，怎么回事？陈秉坤，你关键时刻掉什么链子？聋了还是哑了？还不快跟董事长把事情解释清楚！钱主管，想把事情搞清楚，简单的很，看看视频就知道。叫我什么？大声点！那钱董事长，谁的声音小了，明天立刻卷铺盖滚蛋！重喊，喊到老子满意为止！姓白的那个老顽固，平时开会就这样老态公空的，他那套早就过时了。他这个董事长早该下台了，以后飞鱼电商都得听我姓钱的。卑鄙无耻的畜生，两面三刀的东西！你现在被开除了，立刻给老子滚出去！董事长，这都是误会，是陈秉坤这个实习生陷害我，报案！董事长，这是我连夜撰写的完整营销方案，关于如何利用光棍节打造1000亿级电商细化，我有精确到小时的执行矩阵，请您过目。天才，简直是商业天才！陈秉坤，从现在开始，你接替钱小伟的经理位置，全面负责光棍节营销方案。董事长，不要啊！我错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秉坤，不是陈总，我不是人，我向你道歉，求你去董事长面前替我求求情吧，只要不开除我，我以后愿意给你当牛做马。有多远，滚多远。姓陈的，你少跟老子装！看到了吗？你当上主管逼迫前上司下跪的视频，全在这儿录着呢！你要是不答应让我留下来，我立刻把视频发给劳动监察部门，举报你暴力裁员、职场霸凌，到时候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！钱小伟，我早就料到你会有这么一出。钱小伟，你要去劳动监察大队是吗？正好，我这里有你逼迫实习生无偿加班、克扣实习工资的全部铁证。
还有你逼我们帮你干私活拿回扣的聊天记录，那些正丑媒体会举报你呢。走，一起去。你们反了！小颖，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首席助手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全力奋战光门节营销。林康，你创造了商业神话，这是3万块特批奖金，你当之无愧。刘老师，我赚钱了。当年的那1800块学费，还有大黄牛的恩情，我到了报恩的时候了。炳坤，钱老师收到了，可千万别再寄了。老师现在退休了，靠着退休工资和家里那点地，够吃够用的。你在大城市花销大，多顾着自己。老师，我知道了，您一定按时吃药，等我回去接你。炳坤，鉴于你在光棍节的封神战绩，董事会全票通过，破格任命你为公司总经理。谢谢董事长，我一定不负所托。炳坤，一定要记住，牢牢地记住，10年前我和林大凯一起创业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他却卷走了公司的核心资源，另起炉灶。你上任后最紧急也是最重要的任务，就是对付那个背信弃义的小人林大凯。他现在手握重金，正在四处疯狂投资新创电商，试图抄我们的后路。作为公司的总经理陈炳坤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，但一定要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些公司全部消灭在萌芽状态，不要让他血本无归。陈总，你在飞鱼电商干得再好，头顶永远压着一个老顽固，一辈子也就是个高级打工仔，打工是有天花板的。自立门户吧，只要你愿意离飞鱼出来创业，我第一笔立刻投你1个亿，后续总投资上不封顶，股份你拿大头，怎么样？林总好气魄，不过事关重大，我需要再考虑考虑。陈秉恒，林大康那个老狐狸私下挖你，还要给你投1个亿让你单干，这消息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。白眼狼，没有我，你至今都只是个被人踩在脚下的小小实习生，现在翅膀硬了，就想背叛我。炳坤，刚才是老哥冲动了，林大凯能给你的，我给双倍，年薪翻3倍，再给你分10%的干股。只要你留下来，我的条件永远比林总高出一大截。谢谢董事长的厚爱，但我决定了，还是自己创业。我想像您和林总一样，将命运牢牢握在自己手中。好，你有种，陈炳康，只要你敢走出这大门，我赌上身家性命，也一定要搞垮你的新公司，让你生不如死。那咱们就商场上见真章。陈总，林总的1个亿投资已经全额到账，我这尊军师往后就跟您绑在一条船上了。好，接下来的电商大战，1分1秒都不能松懈。刘老师，我的公司成立了，名字就叫玉林。我刚给学校账上汇了钱，这笔钱算是给您这位同所玄石股东的首笔分红。未来公司上市，我要让您成为最风光的股东。好啊，炳坤，老师身体硬朗着呢，一顿能吃2个大馒头。你别挂念，放手去干，你是金凤凰，要飞得更高
更远。老师，您放心，有我在，我一定会让您的名字“玉林”二字享誉全国。您等我，我很快接您进城。儿子，听说你在城里混得不错，我就说我生的儿子差不了。你身上流着的可是陈家的血，天生就是富贵命。喂，怎么不说话呀？妈跟你说，你哥结婚以后日子过不宽裕，你大嫂看病正急需一大笔钱，你这个当弟弟本事大，也该伸手拉你哥一把了。不用多，寄个1万2万就行。打到本人联不清，已发生等信息。小伟，现在由你来全权负责对付陈炳坤，只要能打败他，以前的事就一笔勾销，你还是飞鱼的总经理。董事长放心，对付那个泥腿子，我有的是招。哟，这不是陈总吗？真是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听说你打算跟老东家打价格战抢市场，你跑这儿来是谈合作还是下站桩呀？钱小伟，一条被开除的狗也配坐在这里？陈炳哥，你来晚了。实话和你说吧，我已经抢先一步和所有供货商签了合同，你的价格战还没开始就已经被死刑了。我已下达行业封杀令，供应商必须2选1，不会有供应商为了你一个新创公司放弃合作了10几年的老主顾的，而一切才刚刚开始。白董事长说了，今年你必须死。那我就砍掉这片林子，重新种上玉林的树。玉林就是要培育自己的林子。陈炳坤，少在这吹牛逼，我保证让你的破公司活不过1个月，这就是跟我作对的下场。白董事长手下真是无人可用，竟然又重新启用你这种人渣，这种毫无底线的公司不被淘汰才怪。谁死谁活，咱们走着瞧。现在我请你滚出去！小伟啊，陈炳涵低价抢市场的策略是不错，可面对你的全方位封杀令，我真没信心对抗下去了。我正考虑同意出售玉林公司的股票，促成你们的收购计划。这就对了，林总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签字吧。林总，难道你忘了飞鱼的白董事长当年是怎么对待你的吗？当年明明是他将你赶出公司，却四处散播谣言是你背叛了他，害得你一度身败名裂。你不会真的都忘了吧？人如果忘记过去，就意味着背叛。陈炳康，你少在这搬弄是非、挑拨离间。林总，别听他们。白总当年和你的那点小误会，都这么多年了，白总早忘了，你也该翻篇了。姓白的忘了，我可没忘。炳坤说的没错，打死我也不能忘，我不能背叛我自己。姓林的，你疯了！滚！拿着你的这些废纸滚出去！滚！玉林公司，我投定了。我要让姓白的付出代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也瞎了吗？一个臭送外卖的泥腿子，也敢撞老子？把你全家卖了也赔不起老子的西装。钱小伟，别以为兜里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，人生而平等，你敢动手，马上报警。
公司没给我交医保，自己出了事，这1个月可就白跑了。你不许走，滚开！你个臭要饭的，别脏了我的裤子！没医保，找你跑腿公司去，关老子屁事！各位，我是玉林公司的陈炳坤。从今天起，我将给旗下公司所有快递员缴纳医保和医验险。我呼吁所有同行，将对快递小哥的关心落到实处。哈哈哈，炳康，短短半年，玉林就荣登电商公司第1的宝座，姓白的飞鱼电商彻底完蛋了。我已经开始筹备公司上市计划了。陈董，多亏了你的魄力，现在全行业的顶尖人才都往我们这儿跳。小颖，你也赌赢了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玉林公司的总经理。陈总，作为今年最年轻的商业巨头，您现在最想做的是什么？现在我最想做的是报恩，回报当初帮过自己的人。老师，这么多年我没有辜负你，我想接你进城，见证我的成功，因为自己的成功就是你的成功。陈大年，你个没出息的冤佞，外面欠了一屁股债，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，你还天天喝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！完了，彻底完了呀！作孽呀！俺们怎么养了这么个现世豹？当年掏光家底儿给大儿子盖新房娶老婆，本以为他会有出息给俺们养老，现在全完了。老陈、翠霞，大喜事儿，快看，你家炳坤出息了，当大老板了！这是哪家公司的大老板啊？怎么跟陈炳清那个白眼狼长得这么像？老师，学生接您回家了。老师，您慢点，请上车。炳坑啊，这地方是宾馆吧？我可不敢踩脏了。老师，这就是您的家，我为接您进城特意买的别墅，这里所有的房间都是我按照最舒服的标准给您布置的。老师，感谢您当年对我的支持，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，干杯！好孩子，干杯！炳康啊，跟我透个底，这一顿饭得花多少钱啊？老师，您不用担心钱的事，我现在赚的足够多，很多很多的那种多，只要能让您高兴，再贵都不是问题。这丝绸睡衣穿在身上滑溜溜的，安逸舒服。这床软绵绵的，比村里的硬床舒服太多了。炳坤的日子好起来了，真好。刘老师，我代表玉林公司全体员工，向我们公司的精神开创者表达最崇高的敬意，欢迎您回家。老师，您坐在这儿，帮我批阅文件。今天你也体验一下当总裁的感觉。
我一个乡村教书汉，哪懂你们大公司的事儿？好了，俺看一眼就知足了。你们肯定忙，俺回别墅去，可不能在这儿耽误你办正事儿。刘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你醒醒醒！老师，不会的，你不会有事的，我们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啊！叫医生，快叫医生！老师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扶我起来，我要回家。肯定是低血糖的老毛病又犯了，吃2颗糖就好了，哪用这么大阵仗啊？老师，还要等一会儿才能出结果。等结果出来了，我们听听医生怎么说，再走也不迟。瞎检查什么？我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，都是些无足轻重的老毛病，我早就久病成医了。在村里不舒服，我都是自己弄点偏方对付对付就好了。你这娃儿，真是赚了2个钱就烧得慌。都说城里人爱矫情，没想到你也被他们传染了。陈总，请到主任办公室来一下，我们院长要单独和您谈谈。快点吧，拿了检查报告单，咱们就回去。好，老师，您歇着，我马上回来。院长，刘老师没事的，对不对？他就是低血糖，对不对？陈总，请节哀。检查结果，肝癌晚期，无药可治。重新检查，一定是搞错了。刘老师这么好的人，好人有好报，老天不会惩罚一个好人的，一定是医院搞错了。什么破医院，我要转院！冷静点，陈炳坤，你要是倒了，刘老师更没有指望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？院长，立刻组织全世界最好的医疗小队。只要能救刘老师，花多少钱我都给得起。有必要，我可以带刘老师出国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刘老师必须活下来。陈总，刘老师的问题已经不是钱能解决的了。陈总，如果你不相信我，可以选择其他医院，甚至可以找国外团队，又或者选择一些激进治疗方案。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，一切都晚了。再先进的医疗技术也救不了刘老师。我建议对病人采取保守治疗方案，也只有这样，能让病人多活几天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？老天爷，你开开眼啊！为什么？陈总，快起来！你是病人最后的依靠了，你必须坚强起来。病人没多少日子了，对他好一点。你现在能做的已经不多了。我知道了，我会的。但我求求你们，别让刘老师知道他病情。我会骗他接受保守治疗方案，尽量让他多活一段时间。老师，对不起，确实是我小题大做了。您什么事儿也没有，就是普通低血糖，是我太敏感了。哈哈哈哈！我都说了，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。我早听说了，城里人都这样，一点点小事情都一惊一乍的。
秉康，有钱也不能这么花，你开公司用钱的地方多的是，给俺买这么多没什么大用的东西，这也太浪费。老师，我只想报恩，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小钱，不管别人怎么看，我已经决定了。明天起，我准备请个长假，带您周游世界，去体验世界各地的风土深情。不用麻烦了，秉康，我的病是绝症吧，而且治不好了，对不对？傻孩子，我身体什么情况我最清楚。那天在医院，你刚从办公室出来，检查结果是好是坏，我就已经从你的脸上看出来了。这些天，你为我做的这些事，更证明了我的判断。秉康，我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，但既然命运已经为我安排好了，我愿意坦然面对它。我只想平静地度过自己最后的时光，我不想你再为我折腾自己了。为什么啊？老天爷这么不公平！我当年穷的没学上，是老师您卖了黄牛送我上的大学。我拼了命的在城里扎根，好不容易赚了钱，我刚刚准备好好回报您的恩情，为什么老天爷却连这点时间都不给我？老师，医生的话也不能全信，国内的医生没什么好办法，我就带您出国。我已经联系过国外的顶级专家了，可以试一试那激进的治疗方案，也许还有救呢。算了吧，秉魂，咱不治了，就这么定了。我教了一辈子的书，在村里也算个体面人，到了最后，我只想有尊严地走完这最后的日子。傻孩子，哭啥？能看到你读完大学，看你进城创业买房，看到你开了这么大的公司，我这个当老师的已经知足了。这辈子值了，全值了。给俺滚开！这是俺儿子家的房子，俺们是房子的主人，你们都是佣人，哪有佣人拦主子进自己家房子的？哎呀，秉坤，真是俺儿啊！老头子，快看，俺家出了个大学生，真的光宗耀祖了呀！儿子，光听村里人说你进城发达了，哪知道你有钱到这种地步啊！这大房子好啊，房间多，这下好了，爹妈和你大哥大嫂全搬过来，都够住的了。你们真的老了，竟然这么健忘，过去的事情你们全忘了，就一点也想不起了吗？你小子该不会还记着你爹娘的仇吧？啊！你赚了2个臭钱，眼里就没爹没娘了吧？我倒要问问你，你自从离开家上大学，这么些年过去了，你往家里打过1个电话吗？我们在村里日子过得那么苦，你给我们寄过1分钱吗？你们今天过来，是来认亲的，还是来骂我？陈总，我们听到有争吵，是不是有人强闯进来？需要我们把人轰出去吗？少管闲事，瞎了你们的狗眼了！看清楚了，我可是他的亲爹，这是我亲儿子的家。这是我们的家事，不麻烦你。秉坤啊，怪不得这么多年你对你爹你娘不闻不问，连个电话都不打，原来是真记上仇了啊！你心里对我们还有怨气是不
炳坤，俺们毕竟是生你养你的爹娘啊，当年的事儿，要怪只能怪俺们没文化、没见识，没支持你读大学。俺们要是知道读了大学能赚这么多钱，俺肯定支持啊。都这么些年过去了，你就原谅俺们吧。有些事情不是说原谅就能原谅的。你有怨气，我理解。可俺们毕竟是一家人，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一家人啊，哪有做儿子的跟亲爹娘记一辈子仇的？我当年就说过，这2个儿子里啊，你最像爸，你就是遗传了我的聪明劲儿，才能在城里有了今天的成绩。现在你发达了，也该你回报你爹的恩情了。家里这些年穷得叮当响，你大哥又惹上了毒瘾，在外面欠了一屁股的债，你现在手指头缝里漏点零花钱就够替他还债的了。这是他的银行账号，你赶紧给他转过去，转多少都算你报恩了。报恩？当年我考上大学，你们1分钱不出，却愿意掏光家底给我哥盖新房。要不是刘老师们他们家的大黄牛送我上大学，我现在也许还在镇上修鞋呢。谁帮了我，我报谁的恩。至于你们，没资格对我提要求。你还反了天了你！赚了几个臭钱，连爹娘都不认了是吧？当年你们不支撑我上大学，把所有的家底都压到大儿子身上。现在他惹了祸，你们要帮就自己想办法，跟我可没有任何关系。既然亲也认完了，话也说清楚，我明天还有事，要早点休息。你们该回去了。你们看清楚，红锁村那个任人欺凌的陈炳坤已经长大了，早就不是当年那个任打任骂的孩子。小兔崽子，当老板了就忘本了是吧？连亲爹也打不得了吗？你这么忘恩负义，是要遭天打雷劈的！好，你不认我们也可以。可我们老两口毕竟生你养你，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。今天你想跟我们断绝关系，成啊！拿一笔钱把这亲情买断。只要钱给够，从此以后我们一刀两断。买断？当年咱们不就已经一刀两断了？大家都听好了，从今往后，我们陈家和陈炳宽彻底断绝关系。以后他在城里是死是活，都跟我们陈家没有半毛钱关系。他也别想从老子这儿拿走1分钱。当初你们不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，不支持我上大学，现在看到我发达，却想来摘桃子。我告诉你们，对于这样的要求，我1分都没有。小兔崽子，你个没人性的东西！你以为俺们不知道啊？村里谁不知道啊？这么些年来，你一直给刘玉林那个老不死的寄钱。听说最近他生病了，你还把他接到城里来住大别墅了。他人呢？叫他出来！你对亲爹娘这么无情无义，一定是受他挑拨的。我要当面问问他，这是人干的事儿吗？刘玉林，别躲在里面当缩头蜈蚣，给我滚出来！别喊了，刘老师生了重病，已经没多少日子了，你们就别再折磨他了。哈哈哈！老天开眼啊！报应，这都是报应，活该！谁让他当年挑拨俺们父子俩的感情，活该他生绝症。最好快点死，少来掺和我们陈家的事儿。求你了，小点声，有事咱们到外面去说，去院子里说。
你越怕吵醒刘玉林，俺们越要喊。今天不把钱给够，谁也别想安生，我吵不死他。刘老师是病人，医生说了需要休息，情绪上不能有大变动。你们这么闹是会害死他，立刻给我停下来，不然我就报警了。谁对谁错，都交给警察来处理。为了一个外人，你担心这担心那的，对你亲爹亲妈却不管不问。陈炳坤，你还是人吗？你小时候发烧，是我背你走了30里的山路才救活了你。陈炳坤，你够狠呐！刘老师，有我在，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再来伤害你了。炳坤啊，是俺们不对，只要你帮帮你哥，你要俺们做什么都行。咱们是打断骨头连着筋儿的一家人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少在这儿演戏，你们严重扰民。物业已将你们列为重点监控对象，再敢踏进别墅区半步，直接送派出所。见过穷亲戚借钱的，像你们这样理直气壮折腾病人的，头一回见，脸皮真厚。你个看门狗！我儿子是董事长，你敢羞辱我？你儿子是董事长，我儿子还是美国总统呢！赶紧滚！再闹送你们去吃牢饭！前台的，把陈炳坤叫出来。董事长的亲哥哥来了，让他赶紧准备好钱出来迎接。这位先生，请自重，这是办公场所，没有预约不能进入的。你个臭打工的，敢拦老子！这公司是我弟开的，我就是这儿的主子。还有，这公司名起的真晦气，玉林，听着这名字就一股子倒霉味儿。哪来的无赖，敢到公司撒野？哟，这妞长得不错，我是陈炳坤他哥，赶紧让陈炳坤滚出来，我有急事找他。这人竟敢当众侮辱陈总的恩师，请他出去，这里不欢迎野蛮人。那老家伙快死了，真他妈晦气！依我看，干脆把这破公司改名叫大年公司，听着多气派。弟弟这公司要上市了，这玩意儿值多少钱？1个亿还是10个亿？不会是100亿吧？躲什么躲？以后进了这公司，我就是这儿的二老板，给你们这些打工的赏碗饭吃，那是看得起你们。好弟弟，哥哥真是想死你了。你别误会，哥这次来真不是要钱的，哥已经彻底悔改了，想脚踏实地赚点钱。你看你这摊子这么大，哪管得过来呀？外人哪有自家人贴心？这样，你给我安排个总经理，咱们兄弟齐心，我一定帮你把公司管得明明白白。哦，对了，听说你买了大别墅，哥也不贪心，只要那1层就行。回头把我老婆接来，咱们一家人也算团聚了。陈大年，你听清楚，玉林公司的员工学历最低也是本科，你小学都没毕业，能管得了谁啊？10年前，我被你们赶出家门时，你亲口说过，人要自力更生，不能当寄生虫。今天，我一字不差地还给你。保安，我要送客。帮我把陈大年先生礼送出公司。从今天起，玉林集团不欢迎陈大年。炳哥，哥当年是糊涂，
哪知道上大学这么重要啊！哥给你认错，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你看，你这公司搞这么大，随便给哥安排个普通职位也行啊，只要能留下来，干啥都成。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出去吧。你个白眼狼！你现在发达了，有钱了，翅膀硬了，就彻底忘本了。我可是你亲哥，你不管我死活！陈大年，注意你的言行，这里是正规公司，不是你们村的放牛场，容不得你在这撒泼。大家伙都来看看啊！这就是你们的100亿总裁，父母辛辛苦苦把他养大，这些年他连个电话都没给家里打过。前些天爸妈好不容易赶上门认亲，他竟然命令小区保安把亲爹亲妈打了一顿。天底下有这么无情无义的人吗？陈炳坤，你要是还想赶我走，以后我天天跑你公司门口揭你的短，我要让全城都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！最后警告你一次，陈大年，立刻离开公司，再不走，我们只能以扰乱社会治安军的名义报警处理。炳康，哥实在无路可走了，外面债主天天追着我要债，快要把哥逼死了。实在不行，你先借我5000块钱应个急。这点钱对于你现在的身家来说，连毛毛雨都算不上，你总能答应吧？只要你给钱，我立刻就走，保证不在这儿闹了。救急不救穷，救穷不救懒。什么时候你学会怎么做人，真正改邪归正，我或许会考虑考虑。滚！好，算你狠！你这个当哥哥的找上门来，你不认我，等我爹我妈来了，我看你认不认！我是你娘啊！你不认亲戚也要认爹妈呀！如果没有刘老师当年卖掉大黄的义举，就不会有今天的我，更不会有玉林集团。炳坤，别这么说，我只是做了身为老师该做的。你能有今天，全靠你自己那股不服输的劲儿。当初炳坤的孩子考上大学，挨家挨户借学费，咋就没掏个300、500呢？真是猪油蒙了心，短视啊！看人家这师生情，再看看陈山河那2口子，真是人比人得死。老头子，你看见没？这可是100亿身家呀！这得是多少个零？这兔崽子发达了就把爹娘当垃圾扔，要是让他这忠义敲下去，咱们这辈子连个毛都捞不着。别盯着电视看了，那钱你们1分也拿不到。陈炳坤现在铁了心要跟我划清界限，但他有个致命的弱点。陈炳坤最在意的不是钱，是刘玉林那个快死的老家伙。既然他对咱们狠心，那咱们就从刘玉林身上找突破口。只要那个老不死的先死，或者死的不光彩，陈炳恒这辈子都别想心安。老师，您还记得吗？当年我揣着您卖牛凑的那1800块钱，刚到北方大学那会儿，整晚的睡不着。那时候多亏了大飞帮我找兼职，我一边刷盘子一边做家教，日子是真的苦。可每当我撑不下去的时候，就想起您临走前那句：向前看，别回头。现在也是，无论前面有多大的风浪，
我都会记住您的话，绝不回头。老师，刘老师！刘老师，你一定要撑住，不要离开我，求您了！这可怎么办啊，老天爷啊！谢谢你啊，刘老师，您真是活菩萨！要不是您当年资助，俺家丙们能有今天吗？您对俺们陈家有大恩，俺们今天是特意来报恩的。就是，刘老师您受罪了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以后有啥事儿尽管开口。你们看清楚这是哪里？这里是 ICU。你们折腾我也就算了，还要拿一个生命垂危的老人作秀吗？立刻给我滚出去！刘老师啊，当年是陈家对不住炳坤，可多亏了您有远见啊！现在炳坤这孩子鬼迷心窍，根本不认咱们这做爹妈的，他最听你的话，你得劝劝他呀！俺们不要他的钱，只求一家团圆。刘老师，你说句话呀！你都变成今天这样，难道不都是因为你当年把他带坏了吗？这事儿因你而起，你必须得管！爹娘，别闹了，有话我们出去说行不行？炳坤，你这声爹娘喊出口还不算迟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就不该为了一个外人这么对待你亲爹亲娘。算我求你们了，能不能看在刘老师当年也帮过你们儿子的份上，走吧，让他清静地度过最后这段时光吧。医生说了，刘老师已经到了最后时刻，你们就当行行好，放过他，也放过我吧。哼，想让我们走，行啊，只要你答应帮你哥一把，每个月给俺们老俩子固定打点钱，我们就走。不然的话，我们就天天来。反正这老家伙也活不了几年，我们就守着他，看谁耗得过谁。你们先走，钱的事情我会考虑。那可不行，我们走了，你万一不给钱怎么办？你个臭小子，跟亲爹亲娘还耍心眼子！你们不走是吧？好。我要报警，有人病房闹事，严重威胁病人的生命安全。你还真够狠的！别报警了，我们走还不行吗？炳坤，你真够狠心的。不过，就算咱们走了，你也救不活姓刘的那条老命。炳坑，当年我就说过，别怨你的父母，他们的脑子糊涂了一辈子。如今我快走了，态度还是没变。老师，不说这些，您看，公司最近又谈成了一单大业务，小颖工作也越来越顺手了。等您好了，我带您去看看公司的新大楼。娃，老师不是让你去原谅那些不该原谅的人，我是想让你放下，别恨他们了，他们不配。恨一个人，心里就会被恨装得满满当当，你的心会被困住的。
你是一只金凤凰，不应该陷在泥潭里，你应该飞得更高，飞得更远些。老师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处理好家里的事，绝不会让您再为我担心了。你们真是没用！你们真是没用！进医院折腾了一整天，连个钢镚都没要到。陈炳坤现在是上市公司大老板，身价100亿，他就像座金山，你们怎么就1分钱没敲下来呢？陈大年，5000块拖了3天了，今天天黑之前要是见不到钱，我就带人去剁了你的手，说到做到。大哥，求求你宽限几天！我弟弟是玉林集团董事长，上市公司，我有钱，我真的有钱。上市公司董事长是你弟，我哥哥还是玉皇大帝呢，少跟我玩虚的。今天见不到钱，就等着领残疾证吧。陈炳坤，你真当我不敢动你吗？既然你不给钱，那我就拿刘玉林开刀，反正他也是个快死的老东西。我就不信，我当着你的面让他死得难看，你还沉得住气？为了5000块，连人性都不要了。陈大年，你的良心真的是被狗吃了。陈大年，你为了讨钱，竟然想对一个濒死的病人下手，你还有半点人性吗？弟，别误会，外面债主追得紧，我要是被剁了手，这辈子就完了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。炳坤，你哥不是要折腾刘老师，我们都是被逼的，实在是没办法了呀。炳坤，你哥要是还不上钱就没命了，咱们一家人不能眼睁睁看着呀。既然你们想要钱，我可以给，但我有条件。我是玉林公司的律师，这是协议，每人每月3000养老金，直接打到二老账户。至于陈大年，我司将替你偿还全部债务，并提供5万元小额创业金，但你必须签署放弃未来对父母任何财产主张权利的协议。说白了，就是永远别碰二老的养老金。3000，这可够咱俩吃喝了。我就知道，到底是亲儿子打断骨头连着筋，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们死活。弟弟，你放心，拿了钱我一定好好干，从小生意做起，以后我也开公司，做大做强，做到上市，到时候咱兄弟俩平起平坐。钱我可以给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刘老师离世前，请父母和大哥不要再打扰刘老师了。刘老师的病情经不起你们这样反复折腾。只要给钱，我什么都答应。3000块到手，老婆子，明天咱就去城里最大的馆子搓一顿。那必须的，可算甩掉那个老不死的包袱了，管他死活呢！老师，这是城里最顶尖的专家团队刚制定的调理计划，药也是最好的，您配合着喝一点，身体很快就能好起来。炳坤，别折腾了，这身子我自己知道，别再麻烦那些医生了。我懂你想报恩的心，可我现在只想回童所村去。不行，城里有最好的医院和设备，在这儿出问题，医生随时能想办法。回农村去，万一有个3长2短，根本来不及抢救。娃，我的时间到了，我想在自己的热炕头上闭眼，叶落归根。我始终属于那片土地。回来了，终于回来了。老师，您先躺下歇会儿。炳坤，去帮老师打点院里的井水来，城里的水太贵，我一直喝不惯，还是家乡的水甜。老师，家乡的井水打来了。
您快尝尝。老师，你睁开眼看看我，水打来了，家乡的水打来了。出啥事儿了？听着是炳坤的声音，刘老师他咋了？刘老师不行了！天爷呀！当年俺家大娃没钱交学费，是刘老师自己掏的腰包啊！这村里哪个娃没跟刘老师读过书、认过字？他是好人啊！老天爷没眼啊！秉恒，老师要走了，你别难过。这人啊，总有这一天的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老师，我现在就送您回城里，我们找最好的医生，您能活到100岁。我这辈子啊，值了。做过最惊天动地的事儿，就是当年横下一条心，把家里唯一值钱的大黄牛给卖了，送你上大学。答应我，别忘了那头大黄牛，但也别再记恨你爹你妈了。我走了，不想你心里装着恨活下去，你要把他们当成你前行的动力。老师，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。向前看，别回头。刘老师！齐灵！老头子，咱们当爹妈的就这么看着一动不动，这要是被村里人瞧见了，背地里不得戳脊梁骨，说咱冷血无情，以后在村里可咋解释啊？要不咱也跟着去送一程，哭是肯定哭不出来了，反正下着雨，咱捞点雨水往脸上一抹，谁能瞧得出来？妈，你演给谁看呢？这事儿能怨得着咱们吗？是陈炳坤自己拿钱砸咱们，不许咱们打扰那老东西的。依我看，这老东西死了是天大的好事儿。当年要不是他多管闲事，陈炳恒能跟咱们这么绝情？现在恩人死了，陈炳恒这小子没地方报恩了。他很快就会明白，这世上只有家人才是最靠得住的。血浓于水，咱们就坐着等陈家靠着他飞黄腾达吧。哎呀，大年说的对呀！这么说来，这姓刘的死的也真是时候。他死了，俺们老俩口总算是有盼头了。对对对，大年，那咱等他们埋完人，就跟炳坤提盖楼房的事儿。那砖瓦房现在早过时了，俺是一天都不想住了。俺要住2层的小洋楼，要盖成全村最洋气的。妈，你这胃口也太小了。除了盖小洋楼，我也该有一辆自己的车了。我看陈炳坤开回村里的那辆大奔斗就不错。我可是100亿总裁的亲哥，出门总不能给公司丢脸吧？陈山河、周翠霞，你们2口子还有没有半点人性？全村都在给刘老师送葬，你们不去抬棺就算了，竟然还在这里笑得出声，那可是你们亲儿子炳坤的恩人啊！老东西，你少在这多管闲事，赶紧给我闭嘴！我警告你，以后村里要是遇到什么难处，想要求我弟帮忙，老子一定第一个拦下来，让你们1分钱也别想拿到！哼！炳坤呐，起来吧！刘老师看见该心疼了。村长，让他哭吧，不哭出来他会憋疯的。
别陪我挨冻了，你先回去吧。不，我不走。秉坤，节哀吧，不要再太悲伤了。刘老师如果在天有灵，他也一定不希望看到你现在这样折磨自己。我希望你化悲痛为力量，从今往后，用我们最好的生活，用你最幸福的人生，来回报刘老师对你的大爱。不管未来的路多难，我都陪你，誓死相随。谢谢你，小影，谢谢你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你是真正懂我，懂我和刘老师之间这份超越血缘的师生情。哎呀，秉坤呐，俺们老俩口刚在城里看完病，急赶慢赶回村回晚了呀，没赶上送刘老师最后一程，俺们对不起刘老师啊！对呀，儿子，俺们不是不念恩，是这老胳膊老腿的不争气呀！我抬棺下葬的时候，有人说在后山上看到你们，说你们衣服穿得很新，笑得也很开心。这肯定是谁眼神不好认错了，俺们腿脚不好，真的是刚刚才到啊！来早来晚都一样。反正俺们去不了墓地，实话跟你说了吧，算命大师交代过，我今年命里带财，绝对不能去墓地那种阴气重的地方，不然会冲我的财运。刘老师在天有灵也能理解的，就这点小事儿，死人还能跟活人计较？公司还有事情需要我赶回去处理，请让开。秉坤，赶紧下车！你都多少年没回村了，回了村不进家门吃顿饭，你让村里人怎么说俺们脊梁骨？赶紧下来！儿子，赶紧下车！哪有回老家不进家门的道理啊？不管那个姓刘的对你多好，他毕竟已经死了呀！俺们才是你亲亲爸娘，俺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啊！秉坤啊，你个没良心的！先车窗摇下来，听我说一句，你不会真的就这么走了，再不进陈家的门了吧？陈秉坤，那个刘玉林活着的时候，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。他现在死了，你还像个大孝子一样给他抬棺送终。为了他，你什么都愿意做。可回了村，却连自家的门都不进，你这说得过去吗？我这个当爹的，现在只求你回家吃顿饭，这也不行吗？你给我搞清楚了，我才是生你养你的亲爹，咱们身上流着一样的血，咱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啊！陈总，您到哪儿了？我们董事长已经到贵公司了，大家都在等着您呢。出了点状况，我马上到。叔叔阿姨，你们先冷静一下。秉科现在正要赶回城里去见公司最重要的客户，事态紧急，他没时间再耽误了。有什么事情，我们回头再说好吗？弟弟，你可是咱们陈家的骄傲，这天底下哪有读书人不管家里人的？那个刘玉林在村里不是出了名的仁义吗？他总不可能教你记恨亲生父母吧？陈秉浩，你个没良心的畜生！今天想走，行啊，有种你就从老子身上压过去，要不然就给老子下车！陈秉坤，你要是不下车，今天我们就不下来了，有种你就撞死我们全家！幸好那个刘玉林已经死了，他要是还活着，能同意你这么无情无义的对家里人吗？死得好啊！秉坤，大客户那边真的耽误不起了，要不我先留下来帮你想办法处理好陈家的问题，你打个车先回公司。你不了解陈大年，他的问题不是缺钱，是太贪心了。这种人，就是你给他一座金山银山，也满足不了。今天索性一次性和他讲清楚，让他彻底清醒。哎呀，秉坤呐，你哥就是个粗人，俺们老俩口也不是要故意为难你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对啊，儿子，俺们实在是太想你了，就想请你回家看看，吃顿热乎的便饭。咱们血浓于水，坐在一起吃顿饭，也算是一家人，真正团聚了吗？陈大年，不要再演了，有什么要求你直接提吧，
我听听看。瞧弟弟你说的，哥能有什么要求？主要还是咱爸妈年纪大了，想回村里住。可你看看，现在村里家家户户都盖了新房，就咱们陈家还是以前那个破烂老房子，这跟你这个当100亿总裁的身价也太不配了吧！现在村里人都已经在背后传闲话了，说你陈炳坤忘本，愿意接刘玉林进城里住别墅，亲爹亲娘却扔在村里不管不顾。这传出去对你公司名声多不好！你是不想管也行，那就给大哥买辆货车的钱，我自己跑运输养活爹娘。这钱给了，咱们就算分家了。陈大年，你是不是忘了，当年我离开家的时候，你亲口说，咱们兄弟就算分家了吗？陈大年，既然当年白纸黑字分了家，家里的破房子和1亩3分地我1分都没要，全都归了你。你想赡养父母，你想在村里盖小洋楼，你就应该拿着我之前替你还完债额外给你的那3万小额创业金，踏踏实实的去做生意，去打工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天天开着口跟我讨饭。陈炳坤，谁是要饭的？我是你哥，你亲大哥。炳坤呐，你看这回是真的痛改前非了呀！他以前是混蛋，可他现在是真的想靠自己的本事赚钱养家呀！对呀，儿子，你哥想买辆大货车跑运输，现在万事俱备，就差买车的一笔钱了。算爸求你了，只要你这次出钱给你哥买了货车，老两口以后的养老就绝对不用再麻烦你1分钱了。俺们老两口保证，以后绝不会再去城里给你添乱，也绝对不会让你哥再去你公司里闹腾了。只要这1辆货车，咱们2家以后各过各的。你们保证？那你们觉得陈大年真的只缺一笔买大货车的钱吗？呸！爹妈，你们快起来！跟自家人有什么好不好意思说的？我是他亲哥，我要的再多，对于他这个身价100亿的大总裁来说，还能算个问题？哼！陈炳坤，既然你想算清楚，我今天就给你读读，这上面可都是咱家的硬性开销。除了买大货车的钱，还有咱家在村里盖2层小洋楼的工程款，还有后期的装修费。哦，对了，你嫂子还说了，结婚这么多年，你哥也没什么大出息，这次高得补买几件金首饰。至于货车嘛，最低也得弄辆80万的大拖挂。陈大年，你是个成年人，你有手有脚，你想赚钱就脚踏实地的去工作，亲手去赚，而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拿父母当人质，拿至亲血缘当筹码向我讨钱。从今天开始，我陈炳坤绝对不会再给你这个无赖1分钱。开车！谁拿父母当人质了？谁跟你讨钱了？新闻上都说了，你身价有几十亿、上百亿，钱多到怎么花都花不完，拿一点出来帮帮家里人，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？法律规定我有义务赡养父母，只要他们的需求合情合理，我1分都不会少。但我没有责任去赡养一个手脚健全、只知道吸血的大哥。好啊，跟我谈责任是吧？那我今天就跟你好好算算这笔账。这些年你在那个刘玉林身上到底花了多少钱？全村谁不知道你大学一毕业就给姓刘的寄钱，后来你开了公司发了财，更是流水一样给他汇款，这一笔又一笔的加起来得是多大一笔钱啊！我和你总共才要这点钱，恐怕还不够这么多年给刘玉林的零头呢。你宁可把钱打水漂一样扔给一个外人，也不愿意漏一点零碎给你亲哥。陈大年，你给我闭嘴！我给刘老师再多的钱，也报答不了他对我的恩情。没有他，当年的陈炳康早就闷死在这山沟沟里了。陈炳康，你就说吧，这货车的钱你到底给不给？不给，1分都不给。乡亲们，大家都快来看看啊！都来帮我评评理。这就是咱们村走出去的100亿身家的大老板，他手里攥着花不完的钱，宁可去补贴一个无亲无故的刘玉林，也不愿意拿出1分钱来帮帮他生身父母和亲哥哥，这还有天理吗？你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？俺的命好苦啊！亲儿子发了大财，亲爹娘却在村里住破房挨饿，老天爷呀！陈大年，是你要算账的对吧？那今天当着全村乡亲的面，咱们就把这笔账算个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乡亲们，这是刘老师留下的遗物，这里面是这一张张我这些年寄给他的汇款单，还有这张银行卡。刘老师当年卖了家里唯一值点钱的大黄牛，
横下一条心供我上学，对我恩重如山。可他老人家直到咽气的那一个卡里，我给他这笔巨款，他竟然连1分钱1个子儿都没有花过，他每一笔都记着，全给我存着呢。陈大年，看清楚了，刘老师没收过我1分钱。你看看，刘老师1分没花。刘老师施恩不图报，他对我只有给予，只有无条件的支持。可你呢，陈大年？你拿父母当人质，拿亲情当筹码，无止境的向我索取。给了你钱，你还想要买车？买了车，你还想盖楼？你摸着自己的良心问问，你有真的想过要脚踏实地去工作，去赚钱养活父母吗？你满脑子装的都是怎么编瞎话跟我讨钱！你少在这编瞎话诬陷我！我看出来了，陈炳看，你就是当了大老板了，不愿认这个穷家，不愿意帮帮你的穷哥哥了。我诬陷你？那我问你，你之前跑运输的时候，因为醉驾被抓，驾照被吊销，10年内都不能再考。我今天就是给你买辆大货车，你开得了吗？还有你们，我的好爹娘，你们一味的袒护他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们竟然还帮着他一起瞒着我，你们这是在帮他还是在害他？爹妈，你们怕他干啥？陈炳坤，你少在这翻陈年旧账，你就是忘本，你大富大贵了就对家里人不管不问，你就是个冷血动物。大伙帮我评评理啊！瞧瞧他开着几百万的车，当着资产100亿的大老板，对自己亲哥哥亲爹居然能这么抠门，这简直是千古奇闻啊！大伙帮我脱口唾沫淹死他！我对家里人不管不问。我签的赡养协议白纸黑字，我给我爸妈每人每个月3000块，在农村这笔钱不够他们老两口安安稳稳的养老吗？那你对我和你嫂子也是不管不问，你就是冷血。金项链、大金表，这些首饰不都是用我之前给你的钱买的吗？你吃我的、喝我的、带我的，现在居然还有脸在全村人面前说我不管不问！陈大年，你要不要脸？天爷呀，这链子得有手指头粗吧？这得值多少钱啊？嘴上叫着穷，身上带着金，这家人真他妈能演啊！陈大年，我帮你还了赌债，还额外给你钱，是希望你能回归正道，脚踏实地的做点小生意，养家糊口。可你呢？你把这些钱全拿去挥霍一空，买这些撑门面的烂玩意儿。你现在还敢在全村人面前说我对陈家不管不顾，说我从来没帮过你？那又怎么样？你身家100亿，你给的那点钱对你来说连零花钱都算不上，我花了又怎么样？你作为亲弟弟，照顾亲哥本就是应该的。我没让你把钱都分我一半，算是仁义的了。没良心的白眼狼！呸！闭嘴！都给我闭嘴！一群穷鬼，少在这多管闲事儿！乡亲们，大家还不知道吧？这3个没良心的东西，不仅不知道念刘老的恩情，不愿参加刘老师的葬礼。刚才在后山上，他们还穿着新衣服为刘老师的死拍手叫好呢。他们亲口说，刘老师死了，陈炳刚没地方报恩了，就能乖乖回归陈家，帮着他们陈家飞黄腾达了。刘老师除了对我恩重如山，这么些年来，他每次见到我都说血浓于水，劝我一定要原谅家人。可你们却这样对待他，你们到底还有没有一点良心？滚出屠所村！忘恩负义的畜生，没有人性的东西！忘恩负义的畜生，没有人性的东西！陈炳坤，我可是你哥，是你亲哥，哥就算再有错，你他妈也不能当着这么多外人的面揭我的短打我的脸啊！这是你逼我的。陈炳坤，我话就摊开来说了吧，你是上市公司的老总，身家100亿，却让我这个当哥的去跑运输做小生意，我的脸往哪放？你嫌不嫌丢人？你能做大生意发大财，我这个当亲哥的身上流着一样的血，我不比你差多少。只要我有足够的本钱，我也一样能开大公司，一样当大老板。我实话告诉你，这次跟你要这么多钱，是因为我看准了南方的赌石生意，一刀穷一刀富，只要买对一块料子，立马就能翻100倍1000倍。今天是我跟那边老板约好打款的日子，你今天无论如何都得把钱给我打过来，帮你亲哥打个翻身证。对呀，炳坤，
妈在电视新闻里看过了，赌石虽然风险高，但收益也高啊！你哥这回要是赌对了，咱们陈家不就又多了一个大老板吗？这叫打虎亲兄弟。你既然有几百亿，拿个1800万给你哥当本钱，怎么了？万一发财了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赌石，做白日梦。我没钱给你这个烂赌鬼去胡来，下来！陈大年，你刚才踹车的画面我已经全部拍下来了。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你再敢动一下，我立刻报警。报警？行啊，陈炳坤，你报啊！把你亲哥送进大牢，你可真有本事啊！你还真的要光宗耀祖了。陈炳坤，你真报警了！我今天废了你！住手！陈大年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滚开！臭娘们，少在这碍事！陈大年，你敢动小影一下，我陈炳坤这辈子绝对不放过你！陈炳坤，既然你这么在乎这个臭娘们，我就打给你看看。炳坤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啊？你没事，我就没事。放心，有我在，天塌下来谁也别想伤害你。靠！怎么可能？你小时候又瘦又小，完全是任由老子拿捏的软炭。现在是怎么了？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了？警察同志，误会，这都是误会啊！他们亲兄弟俩从小打闹惯了，这不就是闹着玩的，怎么还真报警了呢？对啊，多大点事儿啊！自家的家务事儿不劳烦政府了，你们赶紧回去吧。胡闹！谁跟你们闹着玩？陈大年故意毁坏他人财物，数额巨大，还公然行凶伤人，已经涉嫌刑事犯罪。让开！陈炳坤，你聋了是不是？你个逆子，还不快点跟警察同志解释清楚！你哥不是故意的，这都是误会！你难道真想眼睁睁看着你亲哥去坐牢吗？犯罪嫌疑人陈大年已被依法抓获，带走。对不起，是我没保护好你，让你受了这么重的伤。秉恒，我不怪你，是陈大年，他简直就是个野蛮无耻的疯子，他怎么能那样胡来？哎呀，这就是小影姑娘吧？长得可真俊啊，真跟天上的仙女似的。俺家炳坤能找到你这么通情达理的女朋友，俺们老两口就算是死也能安心了。对，俺当爹的打眼一瞧，就觉得你和炳刚是天生一对儿，往后结了婚，肯定是个孝顺的好媳妇。姑娘啊，既然你是炳坤的女朋友，那迟早是一家人。现在大年因为这点小事被警察抓了，你作为炳坤的女朋友，这时候可得站出来撑起这个家呀！是啊，姑娘，你现在赶紧去跟警察澄清一下，就说你身上的伤，大年根本就不是故意的，你就跟警察说是你自己不小心摔倒的，这不就结了吗？你们胡说八道什么？陈大年那是在故意伤人，请你们赶紧离开这里，我还要打点滴，这里不欢迎你们。我不走，今天不签到，俺们老两个哪儿也不去。你赶紧把这个刑事谅解书给签了，只要你签了字儿，大年就能放出来了。对，不签你就别想安生。今天你要是不把大年救出来，俺们老两口就死在这病床前。不达目的，俺们绝不罢休。你签不签？够了，都给我闭嘴！陈大年是一个30多岁的成年人了，他既然敢动手行凶，就要为自己犯下的错负起责任。你们有心思在这儿逃闹，不如赶紧先把小影的医药费付了再说。陈炳康，你到底懂不懂事儿啊？打断骨头还连着筋，咱们才是一家人。你现在挣了大钱，怎么能眼睁睁的看着你亲哥去坐牢呢？姑娘，你赶紧给俺把字儿签了。
往后你进了陈家的门，大年就是你大脖子。要是因为这点拍手打闹的小事儿，你真把你大脖子送进大牢，往后逢年过节，你和陈家上下还怎么相见？你顶得住唾沫星子吗？小颖姑娘，只要你今天把这刑事谅解签了，俺和老头子今天就认下你这个未来儿媳妇。往后进了门，俺砸锅卖铁也把你当亲闺女一样看待。可你要是今天见死不救，那对不起了，你从此以后就是俺们陈家的敌人。你今天如果不替陈家人着想，往后俺们老两口打死也不会认你这个儿媳妇。只要俺们还有一口气，俺们就跟你死磕到底，绝对让你在童所村，在这城里都付出代价。冰坤，刘老师从小就教过我，做人要顶天立地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大年砸了价值100万的豪车，又公然行凶，别说小莹不算是签了，法律也一样放不了他。为了不让他以后再去害更多的人，这字更不能签。把事情交给警察和法律来处理吧，咱们法庭见。冰坤呐，你是上市公司的大老板啊，这姑娘是你的下属，又是你女朋友，你发句话，让她把这谅解签切了。她敢不听？你快给下命令，赶紧把你哥救出来啊！我是老板，可我不会去做伤害小颖的事。小颖，出院手续我已经让秘书办好了，这地方太吵，我带你回城里。陈炳坤，你今天自己选，你要是真不管大年的死活，俺们老两口一辈子也绝对不会原谅你。你也别想让这臭娘们进陈家的门，俺们永远不认她。我说了，无所谓，你们认不认，对我来说不值一文。好啊，你对亲爹娘、亲大哥这么绝情，根子就出在刘玉林那个老王八蛋身上，全是他教唆的，就是那个姓刘的，天天在你面前编排俺们陈家的坏话，才让你这么恨自家人。咱们家现在变成这样，全是被刘玉玲给害的。别说了，给我闭嘴！你们说我、骂我，我都可以忍。刘老师，但谁要是敢说刘老师半个不字，我绝不答应。从现在开始，再敢侮辱刘老师一句，永远别想做我的家人。你看，完了，你快来看啊！怎么了，小颖？是不是脚又疼了？消息传播的这么快，营销号动作这么统一，这绝不是巧合。我爹娘一辈子待在村里，根本不懂网络营销，他们身后一定有人指使，或者是被完全利用了。钱总，只要这么一直闹下去，那小逆子真的能屈服投降？大年真的能被捞出来？那当然了，陈炳坤现在是上市公司大老板，最在乎的就是名声和股价。只要你们老俩口明天亲自出面，证实网帖上登的全部都是实情，坐等舆论继续发酵，陈炳坤一定会屈服。到时候他只能乖乖逼那个小莹就范，放陈大年一马。这点钱你们老俩口先拿着用，只要把陈炳坤搞垮，少不了你们的好处。哎呀，谢谢钱总，您真是俺们全家的大恩人呐！俺们听您的，明天就去砸烂那小逆子的名声。
儿子当了大老板就不要爹娘了，他们不想养老，俺们老两口能理解。可俺大儿子大年不过是找他们有点小摩擦，他们怎么能心这么狠，故意陷害大年，要把他送去坐牢啊？还有没有天理啊？秉坤，你爹你妈这显然是冲着我们来的，他们这是要彻底毁了你，毁了玉林公司啊！俺们老两口命苦啊，当年砸锅卖铁省吃俭用，好不容易才陪着他把陈炳坤那个小逆子拉扯大，好不容易把他培养成了村里唯一的大学生啊！可等陈炳坤大学毕业之后，就不再管家里人死活了。自打他创业成功，赚了大钱，当了大老板之后，不仅1分钱养老费都不给，还将一直留在身边，照顾俺们老两口的亲哥哥视为仇人。就只因为当年家里盖新房的时候，大年结婚要用，没有分给陈炳坤一钱，他就怀恨在心到了现在。现在亲大哥陈大年被抓进监狱，可陈炳死活不愿站出来证明陈大年的无辜啊！早知如此，当初就不该供他读书。这小畜生书读的越多，越无情无义。他甚至不如村里的普通农民，懂得感恩，懂得报恩。咔，完美。陈炳坤简直是个畜生，必须让他破产！读书读到狗肚子去了，抵制玉林公司，让他从这儿滚蛋！陈炳康，这次我要让你身败名裂！这一刀扎得够深，陈多年陈山河，你们真是一点活路都不给我留。陈总，钱小伟下了死手，他刚发了第2弹新视频，全网推送，标题是他卖了牛，他买了房，那个学生后来再没回过村。老师卖了一辈子唯一的家产供学生上学，20年后学生身家百亿，老师却孤苦无依，病死在农村。那个学生再没回过童所村。不到半小时，播放量破1000万了，评论区全在骂您，说刘老师是被您吸干了血丢弃的，甚至有合作方开始打电话来询问舆论情况。陈总，再不澄清，公司股价明天一开盘就会保不住。钱小伟每次下死手，都喜欢在最显眼的地方验收成果，派人盯着他，他一有大动作，立刻会汇报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在总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澄清吗？在办公室发声明，网友只会觉得我们在公关，在洗白。钱小伟把战场选在刘老师的大黄牛上，那我就把反击的舞台选在当年卖牛的地方。通知电视台公开热线和我们合作的所有投饼直播团队，调动所有最专业的户外多机位摄像设备。1个小时后，全网全平台同步开启直播发布会。直播地点设在哪里？当年刘老师卖牛的镇牲处集市。我要让全网的人跟着我的镜头，亲眼去看看当年的真相。钱小伟、陈家
你们推得越高，我摔得你们越碎。哎呀，陈总，真是您啊！您现在可是大老板了，能跟您合张影吗？俺真不敢想还能再见着您。师傅，请您仔细回忆一下，当年陈总上大学前，这里究竟发生过什么？当年这娃儿考上大学，那是全镇的骄傲啊！可他亲爹娘为了给大儿子陈大年盖新房，硬是1分钱学费不给，还逼着这娃儿去街上摆摊修鞋。要不是刘老师，这娃儿这辈子就彻底毁在泥潭里了。俺记得清清楚楚，刘老师为了凑学费，把家里唯一值钱的大黄牛牵到俺这儿卖了。那牛牵走的时候，刘老师摸着牛头，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，硬是舍不得呀。最后他狠狠心，转过身抹着眼泪，头都不敢回的就走了。那一幕，俺到现在都时常梦见。在俺心里，刘老师是个伟大的人，能为了学生卖掉自家大黄牛的，天底下能有几个这样的好人啊？陈总，既然您考上了大学，学费本该由家里人来解决，为什么最终是由一个老师卖牛来帮您解决的？因为我父母不愿支持我上大学，还将家里所有积蓄拿来给我哥哥盖新房。他们让我放弃大学梦，安排我去修鞋。网上那些骂陈炳坤的人，你们有良心吗？那年炳坤因为没有家里人资助，是刘老师卖牛给凑的学费，到学校报到，交完学费就没剩几个钱了，穷的天天在学校勤工俭食，去食堂永远只打素菜，一盘白菜一块豆腐，他连一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。他的家人在哪儿？除了吸血，他们还会干什么？我可以用我的名誉担保，当年我母亲找陈总做我的学业辅导，他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，全是步行。他的艰难处境是所有知情人有目共睹的，造谣者不配为人。反转了，这是什么极品原生家庭？心疼陈总，吸血鬼父母和巨婴哥哥必须付出代价。那些营销号滚出来道歉！俺们必须得站出来替陈总说句公道话。陈总处处为俺们这帮快递小哥着想，玉林公司是行业里最先替所有人缴纳社保的公司。对，这样有社会责任感、有爱心的好老板，如果连他都和亲人相处不好，那问题绝对不是老板的问题，而是他们家人的问题，是他们太贪婪。对。家人没有支持自己上大学，是源于他们的短视，不相信知识改变命运。我不怨他们，他们现在这样在网上控诉我，一定是受人指使。我希望他们能尽快清醒过来，还原事实真相。俺们必须还原真相。陈山和老两口当年为了给大儿子盖新房，死活不给炳坤学费，他们还威胁全村，谁敢借钱给炳坤上学，就跟谁没完，简直丧尽天良。炳坤是俺们村唯一的大学生，是俺们的骄傲啊！俺们现在后悔呀！
当年怎么就没合伙把这学费给凑出来？全靠刘玉林老师卖了大黄牛啊！刘老师那是真正的圣人。陈大年是因为砸车打伤人家女朋友才被抓的，这叫摩擦。这恶魔一家纯属活该，支持百亿总裁大义灭亲。姓钱的，你个骗子！俺们看了网上直播，你根本就不是想帮俺们捞大年，你和炳坤是死对头。你来村里就是为了利用俺们泄私恨，报复炳坤。死老头子，给小爷松手！利用你们又怎么样？你们不也是为了钱吗？俺大年啊，是你害了俺大年，俺跟你拼你们干什么？我是城里的大老板，你们打人是犯法的！呸！打的就是你这个挑拨离间、利用老人的无耻之徒！大家伙上，好好教训他！救命啊！钱小伟，经查实，你在网络上发布的视频全属恶意编造，属于刻意重伤玉林公司和陈炳刊，你涉嫌造谣诽谤和损害商业声誉，现在依法将你逮捕，带走。听着，在网上发布不实谣言就是犯罪。鉴于你们老俩口是受钱小伟教骚欺骗，且对事实不知情，现在对你们依法处以行政罚款，以资警告。被告人陈大年犯故意伤人罪、毁坏财物罪，判处有期徒刑2年；被告人钱小伟犯诽谤罪、损害商业声誉罪，判处有期徒刑3年，即刻执行。炳坤来了没？俺想见见他。来了，路上堵车呢，一会儿就到。老头子，你撑住啊，儿子一会儿就到了。活该，真是报应！老头子气死了，大儿子坐牢了，这就叫狼心狗肺的下场。就是，当年不供小儿子上大学，看人家有出息了，就拼命吸血，气不着还联手外人陷害亲儿子。这陈家老两口可真凭实力向俺们诠释了啥叫没人性，啥叫没良心。哼！炳康，幺儿啊，俺真的知道错了，俺真心悔过呀，求你给俺一个机会，原谅俺吧。
开个价吧，你想提什么条件？俺不要钱，俺什么条件都不提。秉恒，俺只想一个人在这里自食其力的活下去，俺要一直等大年出狱，俺们全家还有团聚的机会。我想过了，你是我娘，我还是给你养老的，这些钱够你在城里安顿下来。之前答应你的每月3000元，我会继续给的，也好保障你的基本生活。每月3000，会不会觉得太少？儿子，够了，人不能太贪心。大年啊，你爹没了！爹不在了，你过得还好吗？大年啊，妈在外面城中村住下了，秉坤每个月给3000块养老钱，妈一分都不花，妈出去打零工赚钱，全给你攒着，留着你出来以后娶媳妇儿，做小买卖用。妈，对不起，是儿子不孝，是儿子太心害了爸爸，也连累了你跟弟弟啊！大年，你心里还恨不恨秉坤？不恨，秉坤没错，当年是俺们不让他上学，是他有出息后，俺们还不要脸的去吸血。是俺们全家辜负了他，连个吸尘器都不会用。走走走，不给工钱了，赶紧滚！毛手毛脚的，砸坏了我家的水晶灯，你赔得起吗？滚蛋！把这个老太太签下来，指明让她去打扫城郊那栋高端别墅，工钱按照市场价翻倍给她开，地址在这里。哎呀，尹总，您这出手也太阔绰了吧！这老太太到底是您的什么人啊？您这么照顾她？是仇人，也是亲人。原来这是您家啊！尹总看你可怜，才给了你这份工作，以后别整天板着个死人脸干活，要是得罪了贵人，立马开除你，听见没有？其实，那别墅是我儿子家的。别墅是你儿子家的，那我还要说别墅是我女儿家的呢。真是不撒尿照照镜子，笑死人了。哎呀，尹总，你有什么吩咐？对老年人不要太刻薄，那个老太太以后由我单独安排，我不希望再看到你这么对她。尹总，这老太太到底是你什么人啊？老太太是我婆婆，迷途知返的婆婆。
你婆婆啊！陈总，您看啊，托您的福，俺们村现在成了远近闻名的小康村了，大家伙都得谢谢您呐！乡亲们，你们要谢的应该是刘老师，是他当年卖了大黄牛帮助我，才有了我今天的返宝故土。这份恩是刘老师种下的，只是在我身上结了果而已。秉恒，你看，乡亲们永远记着他呢。这头大黄牛没有白卖。哥，秉康，当年是哥犯浑，哥真的知道错了，你们能不能帮帮我？你要多少钱？弟弟，俺不要钱，1分都不要，俺有手有脚，俺想要一份工作，凭自己的努力赚钱，堂堂正正的养活俺和咱妈。我只能安排你去郊区跑快递，只要你愿意脚踏实地好好干，月入过万是没问题的。就怕你吃不了这个苦，坚持不下去。我当然愿意，哥真的改了，我会在这儿好好干，重新做人，从头再来。陈总，玉林基金这次准备资助多少学生？传闻中的资助无上限，具体是什么意思？无上限，就是我会把这件事一直做下去，而且会让更多的企业加入这个基金。秉康，秉康，这儿呢！大年，别喊了，当初我和你爹故意大声追着他喊，想让他难堪，现在想起来，后悔死了。秉康，是老太太和大年哥。你们是来找我的吗？不是，我们是来捐钱的。秉恒，这是大年这2年在物流园风里雨衣流汗赚来的干净钱，还有俺攒的养老钱。俺们是来给玉林基金捐款的。当年俺们自私，没帮到你上大学，但俺们希望现在能帮帮那些和当年的你一样的孩子，能帮俺们自己补救当年的罪过。弟弟，以前是我们全家对不起你，把你伤得体无完肤。现在俺们懂了，过好日子得靠自己脚踏实地流汗去拼。大年要是再走歪路，俺就不是个顶天立地的韩曼。这钱你收下，俺们绝不给你丢脸。这钱我替刘老师收下了。你们现在终于醒过来了。走，跟我一起进去吧。秉坤，这不合适吧？秉坤，俺们没资格进去。我是替刘老师邀请你们进去的，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学生，像当年的我一样，需要有人拉他们一把。你们愿意捐钱给他们，就是他们的恩人。
同学们，今天玉林助学基金正式成立。玉林公司承诺，首批资助1000名大山学子，只要玉林公司在1天，不仅是1000名，未来是1万名，无上限。绝不让连绵的大山埋没一个天才。而在盛典开启前，本基金收到了极为特殊的、值得所有人致敬的第一笔捐款。它来自我的母亲和哥哥。当年，我的恩师刘玉林先生卖掉了家里唯一的大黄牛，把我送进大学。今天，这份大爱不仅改变了我，更感动并改变了我的家人，改变了越来越多的人。孩子们，拿着你们的录取通知书，从山里飞出去吧！向前看，别回头。向前看，别回头。